古希腊掌管石化的神被画成高挑御姐，印度掌管爱情的俊俏美男被画成美少女。全世界的神话到底给 Fate 提供了多少素材，又活改成了什么样呢？这是酒吞童子，这是阴阳师里的酒吞童子，这是 Fate Grand Order 里的酒吞童子。只能说 Fate 这个 IP 还是太自由了，当年勇夺央视一姐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作为一个日本的 IP， 反而用到日本的神话角色并不多，更多的还是日本战国历史中的角色，甚至源赖光这个角色都得思考一下到底算不算神话角色。中国神话咱就略过吧，你也不想看见那种妖僧吧。而再往西边去一点，看向印度神话，我们刚才说的俊俏男子被画成美少女就是这里的迦摩。迦摩在印度神话中掌管情欲和爱，被描述为一个俊美的男子，但是很可惜啊，来到 Fate 有很大的概率会被改写外观呢。至于我为什么只放了2个形态的迦摩，你们就自己去搜吧。不过要说 Fate 里最经典的印度神话角色，那必须是加尔纳和阿周那了。这俩印度兄弟在神话中就有一场大战，不过关于加尔纳输掉的原因，好像有好几个不一样的版本。只能说这个 Fate 把他俩出一块宿命感这一块做的有点满了。且不说后面被强化成了唯一神的阿周那，加尔纳更是早早在 Fate 系列中登场，而且在早期的 Fate 战力论战中就已经有金甲加尔纳和权力闪的争吵，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个盖棺定论。从印度再往西，我们走到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大伙偶尔会听说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给 Fate 提供的角色最著名的莫过于绝技今晚留下来里面的金闪闪吉尔加美什。不得不说这个角色实在太经典了，就是和石像的差距特别大，一边是拿着胡子边脏辫，一边是小鲜肉。当然了，苏美尔神话中很多角色都被装进了 Fate 里，比如神话中的大地之母提亚马特，大伙儿都爱叫她提妈，还有金星女神伊什塔尔，冥神艾雷什基加勒。不过 Fate 有一个传统，因为主神级别的神灵太强了，只能平一降临，所以这两位女神的形象和神话中原本的样貌差距非常大。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再向西走，就是大伙儿熟悉的希腊神话。这个地方的神话给 Fate 提供的角色很多，英灵也很多，各种希腊神话的主神已经在 2.6 的剧情里以机神的形态登场。而传说中那些不是神的角色，比如美杜莎，那个看着她的眼睛就会被石化的怪物，在 Fate 中的形象就成了一个高挑的御姐，人称儿姐。哦，跟你讲，儿姐那个偷吃的带劲小杂志是真赞啊！其他的像是毕叔，只能说狂化之后几乎看不出作为英雄的样子了，还随着网络的演变被套上了萝莉控的属性。而其他各种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怪物也不在少数，死后化作猎户座的俄里翁，蛇夫座相关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除了脚后跟以外，刀枪不入的阿卡琉斯，阿尔戈号的一众船员，以及带头的伊亚颂。从希腊往上一点，我们看到大不列颠这块地方。其实凯奇我一直分不太清楚亚瑟王传说和凯尔特神话的关系，但作为行月发家的中坚力量，这两支神话也贡献了非常多的角色。最经典的就是亚瑟王，被娘化了，但圆桌骑士和梅林还是正常的，好吧，也未必正常。而凯尔特神话给 Fate 提供的经典角色，那当然必须是斯卡，那当然必须是狗哥了。这个倒是没有给到过多的魔改，至少性别还是正常的，也是很勇猛的角色。除了在 Fate 的故事里面过于倒霉了之外，其他都挺好的。至于斯卡哈和梅芙，那更是游戏中的高人气角色。不过毕竟是女性角色，形象上除了保留了一些神话中比较有名的东西之外，其他基本上和神话没什么关系了。光是整个欧亚大陆诞生的神话就给了这么多的创作模板。下一期咱们再讲讲另一边的美洲大陆，那边的神话带来了哪些英灵。那本期视频就到这儿，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